实话，刚才成龙大哥在这里讲他的小时候的命运，我不是攀比，我跟他差不多，我也可能比他更苦。我是一个至今都不知道自己多大年龄的人啊！我过去一直属狗了，就前年媳妇儿说给我去搁哪算个命，说我是属鸡的。完事后来我就属鸡了，我又回家调查，我说我到底属什么呢？后来经过几个老人核实，说我是属鸡的，57年生人，但一直让人认为在70岁左右。经常60多岁的人管我叫大哥。这个就是天生的自然灾害吧，这是。谢谢啊。说实话，我呢念的书并不比大哥多，年头很多，可能1年级念3年，这个加在一起念了7、8年书啊。后来是直接到了文艺宣传队，就《长人传》了。那个时候都是每一天不知道在哪吃饭，每一顿饭不知道在哪吃，有时候吃1天可以挺3天。我应该感谢那块最痛苦的童年，这个童年给我带来了最大的收获。我倒不等于说我们受过苦的人最后都能当明星，这是不可能的。但是真正要当一个好明星，必须要有苦难的生活，就像成龙大哥一样。那么我演的作品呢，从来就没演过身份很高的人，就是我一直很惧怕很高的人。坚持了中央的春晚近19年，可能今年就20年了。前不久呢，我接受了一个郑州台的采访，我讲了很多，就是我的心里啊，还不是那个意思。我说呀，这个小品的节目啊，搞笑的节目就不宜多审查，多审查呢，你都背下来了，最后你就不笑了。我的目标，我的想法是这样的。后来我前天才听说网上啊一直在吵这个事，说你可能是这么说话就不上春晚了，或者怎么的。我对中央电视台一点意见没有，我确实是我也不敢有意见啊。这个我是一个确实是一个心里头不舒服的时候呢，就爱说几句实话。这个实话呢，说实话，这个实话不能乱说。这个为什么今天要说坚持一个真实的文化态度？我原来就告诉他，我说你别给我规定题目，我指定跑题儿，我不可能按照题目去讲，把这题目讲得那么深刻，本身这个人就不是很深刻。因为我最怕的就是深刻。别人因为我的作品我试了几回，凡是我要深刻的，我要品味的，都是不爱看的，都是收视率极低的。而我坚持作品，一是我熟悉的生活，就始终没离开我那个农民圈，还有那个破帽子一直戴着，我不敢扔了就没力量。你如果今天我要穿那身制服站这讲，我指定讲的满堂彩儿。我真的那个帽子一戴才是我。那么所以说我不希望我自己走到一个什么高度，就是说我们当自己最贫困的时候，是希望赚到钱，希望一个演员能不想到自己出名吗？当这个名利到来的时候，又觉得后怕，天天害怕，心里担心别人不喜欢，这是第一担心，担心你是不是说错话了，担心又怕你的话被别人篡改，就是有很多担心。特别是走到今天，好像是越做越大，停不下来脚步，因为身边还有无数个学生在等着你。就是曾经也试图想说，哎呀，歇下来玩一玩，其实挣那么多钱也没什么用，也想过，但是就是停不下来。就是第一次上春晚的感受就是，我是算是一夜走红的人，但是不是红到爆炸的人。是相亲，因为82年呢，我已经在东北这块土地，就是大家都了解了，那阵儿就成名了，就是东北人都知道我。
后来90年上了春晚之后，就是想出大名。说实话，上去之后，第二天呢自己出去试过，就看别人就是笑，看别人有认识的没？好，这个北京见着人就打招呼啊，你好。有的呢，有的是根本就不认识你，人家没看那玩意儿。有的看，哎呀，那个就是那个戴歪帽走到这腿条圈那个老头，就有一部分人，后来越来认识人越多了，越来越多。但是呢，就是我曾经说过一句话，就是我们一定要经得起辉煌的打击。如果辉煌了，辉煌对一个人来讲，说实话，对他的发展是最不利的。我们不是属于突然红起来的，是一步一步积累的。搁东北呢，红了8年，完事之后一点一点的上了中央台，上中央台一直到今天。我这个火呢是属于那种温火，一直点着，没断火。但是我一直在想，说火了不代表什么，火了只代表大伙有那么多人认识你，但是有那么多一双眼睛在看着你，这个时候是最重要的。为什么一个明星或名人火几年就没了呢？这一火呀，就一下就升天了，就都在云彩里活着呢。说我们天天的生活，一会儿鲜花，一会儿掌声，就是遍地都是赞扬声，这是最可怕的一件事。这需要什么？可能你非常难有一个人在你旁边说真话，你听不着真的。你听牛，太牛！哎呦我好啊！哎呀，这没有你真不行，就这老是这话。其实没谁都行，而且还能更行。你必须要这么想。所以说，名人也好，人名也好，其实是一个等号，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。如果我这辈子也不演戏，可能我现在搁农村是个罗锅，天天铲地呢。那么我今天也是在告诉我培养的这些学生们，我说你们跟我的命运一模一样，都是二人转的演员，而且他们的受的苦相对来讲没我受的苦多，因为他赶上了一个好的时代。但是这么一段路程一定要知道，就像我比方啊，就小沈阳的出现，小沈阳现在2、3天就沟通一个电话，我也在观察他呢，他现在是搁云里头飞着呢，他不想学坏，他也想天天学好，他就不知道好和坏，有时候都不知道了，不知道这件事做的是不是对不对。有一天晚上我接到了个电话，他每一次打电话呢，他都感觉到没把握，就给师傅我想你，其实这是套呢。他要说的可能是犯个错误，他也不知道是错是对。说这个主办单位特别不像话。我说怎么了？他说的让我们去吃饭去。我看拉个横幅写的热烈欢迎什么小沈阳乡试，这哪有30、100人在那等着吃饭，都搁那拿我做广告呢。我说啊，我说你这样，我说你先别急，我说人家市里的领导他在等着你吃饭呢。我说你啊，因为我不敢说深了，我怕后边有很多场演出嗓子带哑了就耽误事了。我说你回来我跟你说，我就把他哄回来了。回来我就真诚的跟他说，我现在跟他说话的方式跟过去都不能一样了，因为他现在他比我火，你说是不是？所以说我就试探的说，我说你认为这么做对吗？你转身走这样对吗？他说我也不知道啊，我认为他拿我占便宜呢。我说你要去年的话，你想让人占这个便宜，你花钱都买不来这个场面呢。哎，他是哈。我说这就是你心里有变化。我说不能这样。我说慢说是你师傅走到哪里，哪怕人就说一句很不礼貌的脏话，你都得笑呵呵的听，你都得听进去。人们对你的喜欢，想在那里找你照张相，想跟你吃顿饭，拿你当成个腕儿了。你是一个二人转演员的出身，我说这些毛病是不可以有啊，就永远不要有，有了就不行。完后来就走到说哭了，
哎呀，很感慨。其实这个孩子就是人火了，他不知道什么是对的，什么是错误的，就自己就不会玩了，天天登云驾雾了。说我这给他比喻，我说你这样，我说你得想法回到土地上来，你别失去营养。你比方说我那一批50多个学生，再加上妻子，那等于100多，在他们身上还得平衡好。突然他是第25号，这25号乘架坐火箭上去了，剩下这玩意儿都搁这真看吧，还得平衡他们的心理。而我那个团队啊很难管，都是民间艺人，他们都野生的，真的是无拘无束的，就是这个民间艺人呐，他这个脑袋的反应啊，你别看还都没念书，哎，就是反应要比你快10倍。当他跟你说话的时候，但我懂，我是搁这个路上过来的。我们其他总裁听完就迷糊，就瞅咱都发愣。哎，他话啥意思？你分析几次都分析不准。就只有我懂他们，就是一是我跟他们沟通呢，用几种方式。我觉得更重要的方式是情感沟通，你得针对他好，好完之后你再教育他。他没得到甜头，就是说人与人之间的相处，包括在你公司工作的人，你怎么让他好？说你就为你天天干活，24小时不睡觉的干活。首先第一点，我觉得是利益。他赚到多少钱？他想他要干嘛？他为什么要拜你跪地下管你叫师傅？他想在你身上我得到名，我得到什么？这是人都很自然的。我们选择谁跟谁相处，你比方说我今天来，第一个我因为这2个人来了，我得来呀。最起码我来沾光了，你说是不是？是吧？我们跟着一个大学者，还有跟一个国际巨星坐在一起，坐在一个凳上了，这就是价值。真的，就是说我知道，我要知道对方的利益。我们不要听那些血气方刚的话。你放心吧，我1分钱不要。你放心，咱这最后计较是最多的，那事儿都在后边儿。就是我觉得不是说明不好，就是你要知道他的利益在哪儿，你要知道他需要什么。当你把他的需要都给满足了，完事你这个时候你要多给予他的需要，他可能就会心很稳当。说我跟了一批高智商的人呐，你瞅着像没文化似的，这批人是最难斗了，跟他们在一起打交道，我甚至有时候都回不去家。我教育孩子都没花费那么大时间。说我的媳妇见着面，她说你要对你学生，你要用孩子身上1半，咱孩子也就行了。因为我跟他们有害怕的事情，我说万一他们出点事儿，我是他们老师啊，我就得天天看吧。我有时候能做到，当他们突然膨胀的时候，管不住的时候，他们要犯毛病的时候，我都可以人盯人战术。我说你天天跟着他。他就说不自由也不行，演完出来上车回到基地，因为我基地那是你想出都出不去，是吧？都有红外监控，哎，你后半夜出去我也能记录下来，因为你不看不行了。他们有一段就突然出了名，自己会把握不住的。他们这个东西人什么名没有，第二天大家都认识，他那个心情不一样啊，他会犯各种错误啊。所以我想就是人无论到什么程度，为什么演员你说成龙大哥能坚持到今天，就他一直没飞起来，他一直在地上，他所做的一切事都在地上，完事又那么很真实的把自己告诉了大家，这是很伟大的。这个伟大是通过每一个很小很小的过程和细节才能积累出伟大。你为什么你到拜佛的时候，你看看那个佛家，我去三亚去上那看病，就是治病，就咳嗽嘛，到那几天就好了。我第一次看到93岁的老人，那脸上就像娃娃似的，笑的那个健康，
笑得那么真诚，那么无私。我就回了，我说这是到境界的人。你看人那个笑里边人没私心，就是我们天天每一个笑都有私心。有时候笑的时候，你是这生大好还是生小好？说应不应该笑？你说多累呀！我们都在考虑。为什么说我们这个民族能有今天？到了今天，整个在世界上是一个最鼎盛时期。我们通过雪灾，通过地震，通过奥运，真正的让我们这个民族在世界上有影响力、有地位。我们中国人确实在这个时刻真正的站起来了。在这个时刻，中国人应该自己的自我的真实起来。咱们在座的人，你从早晨起来，你分析分析，你一天说的话哪句是真的？有几句是真的？你就跟人算一算，说我天天啊，这个好像是真话，那个确实是需要说的话。就说我们需要让自己能够真实起来，就不是说你都在撒谎。其实我也并不是那种说啥话都是那么掏心窝子那么真，但是我觉得真实是一种力量。我们无论是作品也好，我们每一天工作也好，需要真实的对待你的上级，对待你的单位。我经常跟我单位人这么讲，你们每一天待在这么个环境，我是一个个体户，拢了这么多人在一起，跟你们大家开支吃饭，包括我们那看病都有地方看。我说你们大家呀，应该知道待在这个集体是一种荣耀，上班是一种快乐。因为我的主题就是这样，生产快乐，快乐生产。我说大家要如果在这个环境当中不快乐的话，那就没意义。我们应该有这种自觉，就是说待在一个工作环境里头，无论是你的长官，无论是你周围的朋友，你把你自己的这份活干好，完了有条件的话再帮别人干点活，要真实起来。你的作品也要真实起来。我们大家真实就是一种快乐。但是我们都敢真实了，我们才真正的知道理解什么叫能够自由的活起来，就是说让大家真正的快乐起来。